和朋友一起徒步，借宿山里的民宿。正睡得迷迷糊糊，听到楼下有人在说话。咱们这是赶尸客栈，只接死人，不接活人。让这几个人住店，可是坏了规矩。另一道声音顿了顿，没事，都杀了，就不算坏了规矩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是茅山道士，我朋友是唯一的地势传人。你听过人熊吗？传闻中棕熊活了超过60年，便会成为人熊。他们智力超群，能直立行走，喜食人。当人熊抓到人时，会站立起来，用双手擒住人的双臂，然后发出恐怖又诡异的怪笑声。停！林雨桐翻了个白眼，像赶苍蝇一样挥了挥手。你不会想告诉我，这位大妈的儿子失踪和那人熊有关系吧？此时，我们几人正蹲在湘西的一处山林中，头挨着头挤在一起观察一个巨大的脚印。这脚印十分宽大，可以明显看出脚掌宽厚，5个指头粒粒分明，最前端还长着极为尖利的指甲。彤，也许陆灵珠说的是真的。沈兰吞了吞口水，清丽的脸上浮现出恐惧。这深山老林里可能真的有人熊。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因为沈兰，她是我朋友宋菲菲的闺蜜，组织了几个人一起深山徒步。湘西就是他们的首选之地，这里有着层层叠叠的山峰，人迹罕至，到处充满着未知和神秘。我们进山没多久，便发现了一个简陋的小山村。村子依山而建，风格有点像贵州那边的吊脚楼。此时太阳落下，天色眼看就要转黑。村里一个来山里捡柴火的大妈看到我们，十分热情，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。大妈今年50-60岁，头发花白，身材瘦削，精神却很好。家收拾得十分干净，只是有股淡淡的腥臭味。这村里大多数人都是猎户，房廊下还挂着不少腊肉和动物皮毛。那些腥臭味估计就是动物皮毛上传来的。我们在大妈家用了一顿非常愉快的晚饭，大家都吃得肚子滚圆。而大妈却越来越不安，因为她儿子下午进山后一直没有回来。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，我们几个便自告奋勇，帮着一起进山找他儿子。哗啦啦，寂静的山林中突然传出了一阵响动，好似有什么体型巨大的东西正穿过草堆树丛朝我们快速爬来。沈兰吓得躲在林雨桐身后，小脸惨白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我有点怕，要不我们先回去吧。林雨桐搂住他肩膀，柔声安慰他，没事，我们那么多人呢，不用怕。本来我是让他们俩留在村里的，但是沈兰不肯，她觉得在夜黑风高时爬山别有一番滋味。眼下我却有些后悔了，万一真是人熊，就凭沈兰和林雨桐的脚力，恐怕很难逃脱。你们待在这，我出去看看。宋菲菲自告奋勇，非常潇洒的一甩头发，立马收获了沈兰崇拜的眼神。去吧，小心点。宋菲菲这家伙是个超级富二代，身上装备惊人，爬个山也恨不得武装到牙齿。他身上的包里有特制的辣椒弹和催泪弹，别说一般的野兽，就算真的碰上老虎、豹子什么的，也能全身而退。卧槽，跑啊！我眼睁睁看着宋菲菲跑进密林中，然后又以更快的速度飞奔回来。她素来淡定的脸上流露出惊恐的表情，一双漂亮的杏眼瞪得极大。在她身后，一前一后跟着2头体型巨大的棕熊，大的那头看起来近乎有2米高，眼珠猩红，张着血盆大口，离得那么远都能闻到扑面而来的腥臭味。卧槽！林雨桐和沈兰都被吓傻了，僵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我扭过头，刚想招呼他们赶紧跑，发现乔墨雨已经跑得只剩下一个残影。我左手拉住沈兰，右手扯起林雨桐，气沉丹田，拔腿狂奔。宋菲菲紧紧跟在最后，一边跑一边疯狂朝身后丢东西。棕熊奔跑的速度极快，可达每小时50多千米，都快赶上小汽车了。幸亏这是山林，树木茂密，地势起伏，那熊个子又太大，没法放开全力奔跑。这要是在平原上，想到那可怕的下场，我全身一抖，拉着2人跑得更快了。身后不时爆发出大团亮光和刺鼻的味道，我被熏得眼泪直流，不停打着喷嚏。林雨桐和沈兰早就跑不动了，几乎是被我硬拉着朝前拖行。庆幸的是，那令人心悸的咆哮声终于离我们越来越远。不幸的是，我们彻底在这片山林中迷路了。刚才跑得太急，宋菲菲几乎将包里东西丢了个干净，连手电筒都扔出去砸熊了。我们几人摸黑在山里走着，不知道走了多久。沈兰垂着腿，表示自己宁可被熊吃掉，也挪不动半步了。我们只能原地坐下休息。乔墨雨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呼哧带喘，没一会便开始抽动鼻子。你们有没有闻到烤肉的味道？沈兰直翻白眼，没记错的话，你晚上吃了4碗饭吧，这就饿了。乔墨雨没理他，拍拍屁股站起身，绕到一棵粗壮的松树后头。快看，那儿有亮光，这是一栋非常老旧的房子，离我们大概400-500米远，门口挂着2盏昏黄的灯笼，那香味应该就是从房子里飘出来的。众人顿时腰也不酸了，腿也不瘸了，互相搀扶着就朝那房子走去。我皱着眉头跟在最后，心里总觉得怪怪的。莫名其妙出现的棕熊，
还有这隐藏在深山老林中的房子。等我走到房子面前，才发现这房子竟然还是间客栈。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，那牌匾上前面2字已经看不太清，只能看见最后龙飞凤舞的客栈2字。宋菲菲趴在我肩头感慨：客栈，哎，这得有上百年历史了吧？乔墨雨也十分吃惊，这地方鸟不生蛋，开客栈真的会有人来吗？沈兰拉开我们，毫不犹豫上前用力拍门：你好，有人吗？刚才逃跑的过程中，我把他们俩当风筝一样扯，后来风筝就落地了。沈兰裤子上破了2个大洞，头发上沾满了杂草，看起来就像在泥地里滚了一天。林雨桐更惨，惨到我差点没认出眼前这个疯子一样的人是他。嘎吱，木门从里头被打开，露出一张黝黑的国字脸。这是一个30不到的年轻男人，眉毛浓密，长相方正，只是看起来隐隐有几分面熟。他疑惑又警惕地打量着我们：你们找谁？沈兰挤出一个讨好的笑：大哥，我们是来徒步的驴友，晚上在山里迷了路。深深打量我们几眼后，中年男人拉开了大门。这间客栈的布局十分奇怪，进门是一个宽敞的院子，上头铺着大块的青石板，被扫得一尘不染。一般人盖房子都讲究个坐北朝南，而这院子却是坐南朝北。北边盖了2间极大的厢房，此刻巨掩着门，看不清屋里的情形。东西2侧的厢房都没有开窗，只留了一扇窄门，而且所有房间门口都没有装门槛。在中国的古代，门槛的意义十分重大，因为以前家家户户都是木门，地面也大都不平整，所以门的底部与地面无法完全密合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木门渐渐腐朽，地面变得坑洼，门缝也会越来越大，而门槛可以更好地起到密合作用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阻碍风沙水患和虫鼠入侵的功效，还保护了木门不被刮坏。同时，门槛还有着风水上的重要意义，聚财、聚气、挡阴、防煞。这家客栈开在山野深处，按理说更是会忌讳一些脏东西。陆灵珠，你别挡着道啊，我都快冻死了。林雨桐打断我的思索，推开我就朝客栈走，夹着腿弓着背，走路姿势有些怪异。沈兰挽着他，2人神情尴尬地开口：大哥，能借用一下你们的洗手间吗？男人点点头，朝我和宋菲菲看了一眼：我带他们去厕所，你们站在这里，别乱走。男人一走，乔墨雨立刻凑上来：这房子不对劲。乔墨雨是帝师传人，钦天监后代，最擅长观星风水之术。他左右看了一圈，皱着眉头压低嗓音：这房子参考的不是阳宅风水，而是阴宅。我悚然一惊。风水分为阳宅风水和阴宅风水。阳宅顾名思义就是活人住的，而阴宅则是给死人住的。比起阳宅，古人往往更为重视阴宅风水，因为阴宅的好坏关系到子孙后代。可这是一家客栈啊，哪来的子孙后代？你们是谁？一道苍老又沙哑粗粝的声音响起，吓了我们一大跳。我循着声音看过去，发现西厢房门口站着一个小个子老头。老头相貌十分丑陋，3角眼，酒糟鼻，左脸上还长了块黑斑。他阴恻恻地盯着我们，神情实在算不上友善。七爷，这是来住店的客人。中年男人适时走出，朝老头晃了晃手中的一叠钱。没多久，林雨桐和沈兰互相挽着手从厕所拐出，神态轻松，有说有笑。在这荒野深山，能找到一间能好好休息的干净屋子，让他们俩紧绷的心情放松不少。只可惜，这客栈显然不适合住。听到我说要走，沈兰都要崩溃了。林雨桐更是有些气急败坏，拉着我走到一边：我们钱都付了，这大半夜，你不会想让我们就睡在林子里吧？帐篷什么的，咱们可全落在那个大妈家里。一番话连珠带炮似的，说得又气又急。我朝中年人和老头扫了一眼，领着2人走到角落，尽量放低音量。不是我不想住，而是这屋子恐怕有些不干净。沈兰眨眨眼，这客栈可干净了，那厕所虽然简陋，但是一点味道都没有。林雨桐也跟着点头，确实很干净，地面上一点灰尘都没有。嗨嗨，不是那种不干净。我挤眉弄眼半天，2人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。沈兰和林雨桐都是留学生，恐怕不太会相信这些东西。我原本还担心他们会和我吵，2人的反应却出乎我的意料。沈兰扑哧一笑，林雨桐更是自信地挺起胸膛：你放心吧，有我在呢。沈兰说，林雨桐是一位驱魔师，不但擅长塔罗牌，还会驱除邪灵的巫术，而他老师更是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。我和乔墨雨都有些惊奇，这是外国同行啊。只是这国外的巫术，也不知道对我们本地的妖怪邪祟有没有作用。沈兰和林雨桐坚决要住店，尤其在得知我是道士，乔墨雨是帝师传人后，林雨桐瞬间就被激起了斗志。我和你们这些江湖骗子不一样，我可是真正有师承的，还受过教堂的洗礼。乔墨雨，宋菲菲，请问你礼貌吗？林雨桐见我们脸色难看，冷哼一声：我太公是江相派的霸头，你们这些江湖术士的骗人手段，就别在我跟前卖弄了。难怪他对道士宅师的说法嗤之以鼻。在宋菲菲茫然的眼神下，我摸了摸鼻子，有些不自在地和他解释：
江相派是一个以看相算命为寻找对象的老千集团，江指江湖，相指宰相，加起来就是江湖上的宰相。他们一般打着相面、占卦的旗号，从而将信服的人分析，进而诈骗。该门派流行于民国初年广州、香港区域。江相派中流传着许多口诀，差不多能算得上是骗子心理学。第一，有人来算命时，自己先不要说话，要听对方说，对方说的越多，透露的消息就越多。第二，如果是父母来给儿子算命，基本就是算儿子有没有出息。他既然问这些，通常表明自己儿子目前混得不怎么样。你只要说他儿子不懂事，还没开窍之类，肯定没错。第三，如果是儿子来给父母算命，通常意味着父母身体不好，因为按照常理，父母若安好无事，子女是断然想不到给他们算命的。第四，如果是妻子来给丈夫算命，高兴着来，你就说她老公要升官发财；如果是苦着脸来，大半是破财丢官或者老公出轨。第五，如果是丈夫给妻子算，只有两种可能：怀疑老婆不忠，给自己戴了绿帽子，或者老婆身体不行，一直生不了孩子。除此之外，男人基本不会想到主动去给老婆算命。江相派中的人基本是靠着自己一身察言观色的本事，拿捏住人的心理，等攻破心理防线了，再联合门派中其他人一起进行诈骗。被江相派盯上的人，轻则破财落难，重则倾家荡产。林雨桐见我对江相派的事情如数家珍，看向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屑。陆灵珠，你和乔墨雨不会也是江相派的吧？靠，这家伙骂人可真脏啊！乔墨雨气得直跳脚，我也有些压不住心头的火气。林雨桐了然地点点头，呦呦呦，被揭穿真面目，恼羞成怒了。沈兰尴尬地扯了扯林雨桐的袖子，彤彤，好了，别说了。林雨桐显然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性格，看我们满脸的愤愤不平，还在那边嘟囔，也就是你们这种江湖骗子，才怕什么干净不干净。等会真有鬼来了，我让他们见识一下伟大的西方驱魔术。我和乔墨雨的性格，向来是能动手，绝对不会多逼逼。和一个小姑娘扯着头花吵架，吵赢了也没什么光彩的。而且这人是沈兰闺蜜，沈兰又是宋菲菲朋友。算了算了，和她吵什么呢？等会结结实实揍一顿就好了。见我们咬着牙不说话，林雨桐越发得意洋洋。两人坚持住店，我也就不再阻拦。也罢，如果真出了什么事，就让我们见识一下伟大的西方驱魔术吧。开客栈的老头叫徐老七，而那个年轻人则是附近村庄的后生，大家都喊他石头。初中毕业后就来这客栈帮忙，一待就是10多年。这么荒凉的客栈，真的需要人帮忙吗？我怀疑他们一年到头都接不到几个客人吧。收了钱的石头十分热情，招呼着我们去西厢房住，还拿来了热水和一盘子野菜窝窝头。房间很简陋，除了一张大通铺外，靠门处还有张宽约1米左右的单人床。此外，只在进门处放了张嘎吱作响的木头桌子。屋里连个衣柜都没有，而且也没有窗户。当石头举着火柴点燃蜡烛时，沈兰的表情有些绷不住了。不是，你们这连电都没有啊？石头把蜡烛点上，朝沈兰无奈地笑了。这深山老林里的，就这么一家客栈，咋可能特意去拉电线？林雨桐看着白惨惨的蜡烛光，脸色有些难看。要不你给换个红色的蜡烛？我们几人齐刷刷转头看向他。封闭的房间，昏暗的光线，再加上大红蜡烛，这场景，心脏差点的人看了能当场去世。林雨桐对上我们无语的眼神，尴尬地摸了摸鼻子。怎么了？红色不是看着暖和一点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有瓦遮头总好过露宿山野。这山里的温度，晚上能冻死个人。林雨桐和沈兰两人折腾半夜，早就累得不行，也不再嫌弃屋子简陋，躺到床板上就要睡。只是才刚躺下，就又齐刷刷坐起身。沈兰委屈地撇了撇嘴，这床怎么那么硬啊？还有股臭味。林雨桐也十分嫌弃，这屋子里是不是有死老鼠啊？哦，不对，闻起来又好像是臭鸡蛋。此时我和乔墨雨正捏着手电筒在屋里巡视。听到这话，我诧异地朝他看过去，你不是驱魔师吗？这么明显的尸臭味，你闻不出来？咕咚！沈兰大声吞了下口水，一张巴掌脸在烛火的映衬下惨白如纸。你们能不能别这么吓人啊？林雨桐搂住他肩膀，凶巴巴地瞪我们一眼。兰兰胆子小，不许吓唬他。我举起手电筒，示意他们看向屋顶。这房间是个长条形，四面无窗，木门上宽下窄。你们再看屋房顶，进门处宽，越伸出越窄，是个长梯形。还有这进门处的桌子，上面插2蜡烛，怎么样？没感觉很熟悉吗？沈兰和林雨桐眼神中透露出迷茫。宋菲菲猛然一拍大腿，操，这是棺材房。我说怎么进来就感觉阴嗖嗖的呢？棺材房通常是风水上用来害人的，又称死气房，无窗小门，气不流通。房内的阴煞之气出不去，就会朝入住之人的体内跑。活人如果住上3天，身上就会开始长尸斑；住上7天，神仙难救。看来这客栈是间黑店啊！林雨桐耐着性子听完后，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在演恐怖电影呢，不就是阴气重一些吗？哪里有那么夸张？
江湖术士就是这样，总要把事情说得神神叨叨，1分吓人说成7分。这招数在江相派中好像较响，强调夸大灾祸，让人心生恐惧。没想到吧，你们的招数早就被我一一看穿。真想打开这傻逼的脑瓜，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。我和乔墨雨对视一眼，一起开始做深呼吸。宋菲菲也十分无奈，她摇摇头，姿势豪迈，朝床板上一躺，就算棺材房也没事，反正咱们明早就走了，都别折腾了，赶紧休息，天一亮我们就下山。今天大家确实都很累了。我和乔墨雨、宋菲菲是艺高人胆大，沈兰和林雨桐则是无知者无畏。众人听了宋菲菲的话，都拖着疲惫的身躯爬上大通铺。这客栈十分安静，连鸟叫虫鸣声都没有。关上门后，有种躺在棺材里的寂静感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和这无穷无尽的黑暗。咚咚咚，不急不缓的脚步声响起，每一步都好似踏在人的心坎上。身旁是绵长沉重的呼吸声。沈兰和林雨桐体力不支，早已昏睡过去。我坐起身，凝神屏息，听着门口的动静。石头，你不该留下他们的，这可不符合规矩。这嗓音是那个叫七爷的老头。石头的声音也压得极低。七爷您放心，我知道今晚很重要，咱们这是赶尸客栈，按规矩不能做活人生意。只是过了今晚，这帮丫头是死是活，可就难说了。七爷顿了顿，叹了一口气，也罢，谁让他们自己撞上来呢？这都是他们的命，怨不了别人。脚步声重新响起，两人逐渐走远。我抱着被子坐在床上，心中疑惑不已。大半夜的，两人走到我们房间门口说话，难道是特意说给我们听的？只是没想到，这竟然是一家赶尸客栈，鬼物洗净，难怪这客栈打扫得一尘不染。我们睡的这棺材房，平日里应该是用来放置那些尸体的，门边那张狭窄的单人床才是留给赶尸匠睡的。棺材房不适合活人居住，对于那些尸体倒是上好的住处。只是不知道这两人打算怎么对付我们。正凝神苦思，身边传来一声闷响，随即一股难以言说的味道在房间里弥漫开来。这屋子没窗，本来就挺憋闷的，加上这味道一飘，简直能给人熏出一个跟头。靠，谁拉屎了？谁？乔墨雨一咕噜坐起身，拧开手电筒，惊恐又愤怒地扯着嗓子喊。宋菲菲迷迷糊糊睁开眼，看到我一个人在床板上正襟危坐，瞳孔猛然一缩。灵珠，你拉裤裆了？乔墨雨惊恐后退，爬到宋菲菲身边，两人的眼神中都是一样的嫌弃。额头上的青筋跳了又跳，我站起身朝他们俩扑过去。我拉你大爷！噗，又一声闷响传来。林雨桐再也没法装睡，红着脸坐起身，声如文瑞。我只是放了一个屁而已。沈兰也一咕噜爬起身，尴尬地捂着肚子，不好意思，第二个屁是我放的。我肚子不舒服，这里太黑了，我有点不敢去厕所。林雨桐刚站起身，捂着肚子又坐回床上。我肚子好疼。沈兰焦急地想去扶他，才直起腰，也是眉头一皱。我的肚子也不舒服。他的神情越来越痛苦，腰身弓成虾米。我快憋不住了，能不能扶我去厕所？这是吃坏东西了。可我们进客栈以后，沈兰和林雨桐嫌弃那野菜团子粗陋，一口都没吃。端上来的一盘全进了我和乔墨雨肚子。就算吃坏东西，应该也是我们俩呀，难道是谁有问题？我扶起沈兰，捏住她下巴，仔细端详她的脸，脸色很差，额头上沁满了细密的汗珠，睫毛还挺长，只是那眼珠子沈兰漆黑的瞳孔外游走着几条极细的红线，这些红线在她眼白上一闪而逝，快得几乎让我以为自己看错了。曹，这是中蛊了！赶尸客栈怎么会有蛊毒？在湘西，赶尸匠和蛊师素来都是近水不犯河水，因为死尸都是靠一口气撑着，而蛊虫非常容易惊到死尸，引起诈尸，所以赶尸客栈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不接蛊尸。那这蛊虫又是哪里来的？还吓得如此神不知鬼不觉，我们三那么大6只眼睛，愣是没人发现。蛊？什么蛊？林雨桐对自己中蛊的说法不屑一顾，捂着肚子，脸色惨白，还要耗费力气和我掰扯，这种都是封建迷信的说法，世界上哪有蛊术？我太公他师弟就是自称苗疆蛊师，其实都是些弄虚作假的小把戏。我和沈兰只是吃坏了肚子，也有可能是被山风一吹受了凉。乔墨雨嘴角抽抽，十分无语地扶起林雨桐。行了，屁股都夹不住屎了，还在这嘴硬呢。我捏着林雨桐的脸左看右看，依旧没看出来中了什么蛊。没办法，苗疆蛊术都是代代相传，传承极为隐秘，而且蛊虫种类多如繁星，哪怕是学了几十年蛊术的人都没有自信说自己能识得天下之蛊，更不用说我和乔墨雨这种半吊子了。快扶我去厕所！林雨桐大有一种你们不扶我去厕所我就吊死在这的决绝，我只能下床扶起他，宋菲菲则是扶着沈兰。乔墨雨捏着手电筒匆匆推开门，我们刚走出去，便听到客栈门口传来了响动声。哈哈，石头，这次可都是上好的货！粗犷的声音在看到我们几个后戛然而止。
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件黄色的道袍，身材魁梧，体型十分健硕，再加上那满脸的络腮胡，看起不像道士，倒更像是个土匪。在他身边则站着一排披着黑袍的人，1、2、3，一共有5个，单数为阳，双数为阴。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赶尸匠出门一般都是带着双数的尸体。这些尸体全身上下都笼罩在黑布中，连个脚尖都没露出来。不过个子都不高，差不多都在150至165 cm 之间，看这身形应该都是女子，这就有些意思了。赶尸一路山高水长，难免碰上意外。赶尸匠经常会给尸体换衣、上防腐药什么的，而女士家人是非常忌讳尸体被外男触碰到的，所以赶尸匠中有着为数不少的女赶尸人，他们只赶女尸，不接男尸。我直勾勾地盯着尸体看，那络腮胡男人也目不转睛盯着我们，他的眼神从我身上转到宋菲菲，再转到沈兰，越看眼睛越亮。我们双方瞪着眼睛互相看，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。嗨嗨，老张，这几位是上山徒步的外地游客，不小心迷路了，在客栈里借宿一宿。石头朝络腮胡男人使了个眼色，出声打破沉默。林雨桐倒抽一口凉气，回过神，有气无力地推我一把，别傻站着了，快扶我去厕所。林雨桐和沈兰在厕所蹲半晌，什么都没拉出来，但是一站起身，又感觉自己马上要一泻千里。沈兰都快哭了，还不如撞鬼呢，这也太折磨人了。看好友这么痛苦，宋菲菲十分焦急，灵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我挠挠头，不同的蛊虫有不同的解法，贸然下手就怕引起他们体内蛊虫的反噬。我知道这是什么蛊了。关键时刻，乔墨雨举着个手机递到我面前，这叫红虫蛊，是干蛊的一种。端午日取蚯蚓和油虫研磨成粉末，置于房内所刻的5温神前，长期供奉后就成为毒药。将干蛊放在酒、肉、饭、菜内给人食用，或者是放在路上，路过者踏着即入身，药粉会粘在肠脏上，使人腹部胀痛难挨，急欲上吐下泻。要想解这个蛊，其实十分简单。这干蛊五行属土，而水能克土，只要在短时间内灌入大量的水就行，无根之水，效果最佳。我都看呆了，一脸敬佩地看着乔墨雨，不是，你直接百度啊。乔墨雨得意地挑眉，我们要相信科学，更要相信网友的力量。眼下也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，反正水也喝不死人。不过这店里没有自来水，而石头送来的水我们也不敢用。我让乔墨雨和宋菲菲扶人回房间休息，自己跑去山林中去收集露水。所谓无根之水，就是没有落地的水，雨水上加，露水次之。当听到我要出门时，石头有些不太情愿，大晚上的，天又黑，你出去干嘛？我随意扯了个借口，我这个人睡觉前一直听到虫子叫睡不着，去赶一下虫子，很快就回来。见我只是一个人出去，石头皱了皱眉，到底是没在说什么。那个叫老张的看了我好几眼，这才摇着铃铛带领尸体们进客栈。我没有走远，而是躲在树后偷偷观察他们。这些尸体跳动时的姿势极为怪异，赶尸路途遥远，所以那些尸体被赶尸匠用秘法操控后都跳得很远，不夸张来说，蹦一下最少1米多。我和宋菲菲、乔墨雨曾经混在一支赶尸队中装尸体，不夸张地说，心脏病差点没给我蹦出来。可眼下这个赶尸队每蹦一次最多半米，看起来和正常人区别不大。带着重重疑惑，我手脚麻利地收集好2杯露水。说是露水，其实是树上的积水。算沈兰他们俩运气好，有棵老松树的枝丫上有个天然的凹槽。前几天树林里才下过雨，那凹槽里还剩下不少水。沈兰和林雨桐喝完水，肚子果然不疼了。林雨桐眨了眨眼，白着一张脸，强行辩解，应该就是肚子痛好了。我之前躺到床上时就感觉好多了，就算不喝这个水，我们也会没事的。什么苗疆蛊术，都是骗人的玩意儿。我都有点佩服她了，这姐们嘴是真硬啊。折腾半宿，我们都累得不行。此刻也管不得外头那几个人有什么猫腻了，反正先休息一会再说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想睡觉，林雨桐却不肯放过我。她坐在我床边，满脸严肃地摸着下巴。陆灵珠，我研究过赶尸，什么让尸体跳动都是民间夸张说法。真正的赶尸最少需要3个人，还要带着2根大竹竿。赶尸匠会将多具尸体固定在竹竿上，并通过控制竹竿的2端来移动尸体。因为他们通常在夜间进行工作，这样远远看去，尸体们就像是自主行走一样。这个过程看着十分诡异，使得赶尸匠被外界误解和神魔化。所以我断定，刚才那几个根本就不是尸体，而是活人。我和宋菲菲、乔墨雨3人面面相觑，不懂沈兰应该有什么反应。林雨桐咬住唇，神情是前所未有的庄重。看来你这鬼有点道行，既然这样，就别逼我下手无情了，要放大招了。我们3人屏住呼吸，仰起头，认真盯着林雨桐。我心中还是有几分期待的，毕竟我可是看过《哈利波特》和《指环王》的。西方的驱魔师一出手，那电闪雷鸣、火花四射的，
特效简直拉满。乔墨鱼也有些紧张，忍不住掐住了我的手臂。只见林雨桐双手在胸前交叉，脖子后仰，做出一个美少女战士变身前的姿势。妖孽，接受圣光的制裁吧！她左腿向后撤了一步，双臂猛然张开又收回，两手在空中反复交叉，看起来和我家门前跳广场舞的大妈有7分相似。就这么3个来回后，她目视前方，右手高举，大喝一声：“神啊，赐予我力量吧！”她高高举起的右手上，赫然捏着枚银光闪闪的十字架。乔墨与人都看傻了，瞪着眼，张着嘴，巴拉巴拉小魔仙。我也有些傻眼，但心底总归还有那么一份期待。别吵，力量要来了。林雨桐没动，我们也不敢动。可沈兰动了，她张开嘴尖笑一声，从屋顶一跃而下，四肢着地，然后伸出手，迅速抓住林雨桐的脚踝。啊！林雨桐被她一拖失去平衡，仰面朝天摔倒在地。沈兰拖着林雨桐破门而出，几乎是一个呼吸间就消失在我们眼前。宋菲菲张了张嘴，呆呆地说道：“力量走了。”我用力一拍大腿，拔腿就跑，靠，追啊！乔墨雨和宋菲菲如梦初醒，两人紧紧跟在我身后。乔墨雨一边跑一边感叹：“宋菲菲，那就是你朋友？”我也有些感慨，看林雨桐那副自信满满的模样，我以为她手底下是真有2分本事的。这谁能想到啊，她竟然啥也不会。你朋友真是自信啊！宋菲菲恼羞成怒，抿着唇不说话，脚上的速度却越发快了，简直像踩着风火轮。我们跑得快，沈兰却更快，她毫不费力拖着林雨桐，3两下就消失在拐角处。那儿有一间极为宽敞的房间，木门虚掩着，从门缝处露出一片暖色的光。哐当！我毫不犹豫踹门而入，对上3双惊愕的眼睛。哪呢？在哪呢？孽障休跑！乔墨雨和宋菲菲一前一后冲进来，两人一起撞在我背上，6双眼睛大眼瞪小眼，一时间气氛沉默的有些尴尬。这依然是间棺材房，房间北侧是一排大通铺，那些女尸正齐齐整整地躺在大通铺上。石头和徐老七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喝酒，桌上摆了一碟花生米，还有一盘卤牛肉，看得我有些饿。而那个赶尸匠老张则是蹲在床板上，正捏着一具女尸的脸朝他嘴里塞药。我突然推门而入，3人都吓了一大跳。嗨嗨，吃着呢。我干咳2声，一屁股坐在小马扎上，随手拈起2块牛肉，呵，还挺香。徐老七目光沉沉地盯着我，突然就笑了，小丫头胆子挺大。笑完，他又转过身去和老张说话：“这3人是不成了，到时候别坏了咱的生意。那2丫头给你，这3就留给我吧。”老张十分不满意，络腮胡抖了抖，瓮声瓮气道：“这可都是上好的货，值老鼻子钱了。”说着，他伸出手在胸前比划，都是20来岁、水灵灵的大姑娘，最少能卖5万一个，可真是嚣张啊！当着我们的面就说要卖我们。宋菲菲鼻子都气歪了，多少？5万！曹，你才值5万，你全家都值5万。老张闷声笑了，胸腔震动，看起来心情十分愉悦。得，还是匹烈马，这性子我喜欢，调教起来带劲。这个给我了，其余的2个留给你。他身边正躺着一具女尸，五官平平，说不上漂亮，皮肤却十分白皙。我盯着他们眼看了一会，肯定了心中之前的猜测，你们不是赶尸匠，而是人贩子。不得不说，这些人贩子找到了一条十分安全的路，把拐骗来的女孩假扮成尸体，一路都从深山老林中走，既不引人注目，又能避开追踪。就算路上碰到人了，大家对赶尸一行讳莫如深，根本没人敢细瞧。只是这假扮尸体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难。山高水长，他们还需要像真的尸体一样蹦着行走。我刚才大致看了一眼，这些女孩都沉沉睡着，就像死了一般。她们的3魂7魄中少了1魂1魄，所以不吃不喝，不言不语，如同行尸走肉。可抽人魂魄，并非蛊师所擅长。难道这客栈里不但有名蛊师，还有个邪术师？我的眼神从老张身上转到石头身上，最后定格在徐老七脸上。见我盯着自己瞧，徐老七阴森一笑，端起眼前的碗继续喝酒。就是他了，一副自信又强大的模样，好像谁都不放在眼里。蛊师还是邪术师？徐老七眼睛亮了，放下酒杯，惊喜地看着我呀，还是个懂行的。哗啦，宋菲菲一脚踹翻木头桌，上面的酒菜洒了一地，把我朋友交出来。石头和老张极有默契，几乎是宋菲菲一动，两人就缩到了墙角。徐老七抹了把嘴站起身，一张老脸上半是得意半是炫耀。我是鬼蛊师，以鬼练蛊，用蛊养鬼。我被徐老七吓了一大跳。鬼蛊师可是比大熊猫还稀少的存在，只存在于传说当中。这帮家伙实在是太过邪门。普通蛊师是用各种虫子练蛊，他们直接拿鬼练蛊，最后搞出来的东西似妖非妖，似鬼非鬼。而且他们练鬼蛊的手段残忍异常。炼制鬼蛊并不是一开始就用鬼，而是需要用到活人，将活人的3魂7魄一一抽出喂养蛊虫，最后再将人凌虐致死。在死前把那些蛊虫喂他吃下，
三魂七魄归位，身死为鬼，变成了鬼骨。所以之前附身在沈兰身上的，应该就是鬼骨。鬼骨至阴至邪，鬼魅异常，极难对付。菲菲、乔墨雨，你们去找沈兰，我来对付他们。得快一点，被鬼骨附身超过2个时辰，神仙难救。宋菲菲担忧地看我一眼后，毫不犹豫掉头就跑，乔墨雨紧跟其后。贱人，看招！宋菲菲他们一跑，我避开徐老七，举起拳头就朝老张捶去。打死你个狗日的人贩子！柿子先挑软的捏，反正人贩子嘛，打死他都算便宜他了。徐老七虽然道法高超，毕竟上了年纪，身体反应不是那么灵敏，他还在那憋招呢，老张已经被我捶得昏死过去。石头想来帮他，我反手拧住他胳膊，揪起他头发就朝墙壁上撞。咚咚2下，石头闷哼一声，额头上鲜红一片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徐老七大吃一惊，你这小道士出身名门正派，手段竟如此毒辣！呸！我3、2下收拾完石头他们，朝地上狠狠啐了一口，去你爹的，我这是菩萨心肠，雷霆手段，你懂个锤子！徐老七的大招显然需要一段时间来发动，他也不恋战，当机立断跑出了房间。我把腿追在他身后，追着，一头撞上了乔墨雨。他被我撞得一个趔趄，差点一屁股坐地上。看到我以后，仿佛看到了救星，卧槽！怎么办？沈兰和林雨桐合体了呀？啥？这时，宋菲菲捏着把符纸从拐角处跑来，她一边跑一边举起手想砸符纸，举到一半又垂下手，满脸的纠结。当看清追在她身后的东西时，我没忍住揉了揉眼睛。卧槽！这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怪兽，蜈蚣的身体，蝎子的尾巴，腹部位置还长了6只小龙虾一般的爪子。更离谱的是，这家伙的脖子上长了2颗人头，一个是沈兰，还有一个是林雨桐。2人的神情都是一样的痛苦，眉头紧皱，嘴唇半张，好似濒死的鱼。看到我，林雨桐努力张开嘴，神啊，赐予我力量，我都有点被这姑娘感动到了。都这样了，还不忘记她的驱魔术呢。宋菲菲跑到我身边，烦躁地抹了把脸上的汗。如果把这东西搞死，沈兰和林雨桐是不是就完了？我咬了咬牙，发狠道：妈的，不管了，先打残他再说，别打头就行。要是再这么投鼠忌器，畏手畏脚，死的恐怕就是我们。乔墨雨喘着粗气，一张脸跑得通红，普通符纸不管用啊，这鬼东西身上好像穿了铠甲一样，刀劈过去半点反应都没有。徐老七这时已经跑到院子中间，看到我们3人蹑手蹑脚模样，背着手得意地笑。他们2人被这鬼骨上了身，不止身体，魂魄也会中蛊毒，等到天亮，他们就会彻底成为鬼骨的一部分。徐老七确实没骗我们。沈兰被附身时间更长，看起来已经有些痴痴呆呆，而林雨桐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频率也逐渐变低，看得出来他在逐渐失去自己的意识和理智。我怎么看这只怪物都没有能下手的地方。蛊师和蛊虫心意相通，如果打不残他，打死徐老七也能让蛊虫元气大伤。先不管这东西，包抄徐老七。我朝那鬼骨砸下一把糯米，果然毫无反应。鬼物属阴，可有些蛊虫却是阳物。这鬼骨吃了阳蛊，虽阴却有阳性，并不太惧怕糯米和朱砂等东西。见我们3人直奔自己而来，徐老七有一瞬间的慌神。他年纪大了，如果被我们近身，肯定讨不了好。阿宝，拦住他们！徐老七从衣袖里抽出一只骨笛，呜呜吹了2声。那鬼骨原本还蛰伏在旁边，听到笛声，立刻扭动身体朝我游来。那骨笛应该是用鬼骨身前的头盖骨所做。宋菲菲这家伙是真有钱啊！普通的符纸对这鬼骨作用不大，但是价格昂贵的雷符却是一切阴物的克星。鬼怕，蛊虫更怕。他丢出一张5雷镇邪符，把徐老七唬了一大跳。鬼骨被劈得吱哇乱叫，爬行的动作都缓慢了不少。徐老七嫉妒地瞪着宋菲菲，呵呵，这符纸恐怕是你们门派的镇宅之宝吧？你拼着这么大的代价，也就是伤到我阿宝一点皮毛，用完符纸，老夫看你还怎么嚣张！徐老七说不下去了，瞪着眼，张着嘴，看起来像个250。因为宋菲菲眨眼睛，又砸出3张5雷镇邪符，顷刻间，整个小院内电闪雷鸣，亮如白昼，无数道雷电游龙般携带着雷霆之势，浩浩荡荡劈下。他刚才好不容易憋了个大招，已经有不少蛊虫正窸窸窣窣从青石板下冒出，现在被雷一劈，全都身体焦黑倒在地上。院子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焦臭味，有种置身烧烤店的错觉。这些蛊虫只是被连带的，被劈得最惨的还是那鬼骨，蝎尾断了，6只大鳌只剩下2只，孤零零地挂在身上。徐老七目眦欲裂，悲怆地大喊一声：“阿宝，你，我不信你还有5雷镇邪符！”我和乔墨雨同情地看向他，他不知道宋菲菲最受不得激将法，她每天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女人不能说不行，谁不行？我宋菲菲都不会不行。大女人就是如此自信。趁着徐老七心思都在蛊虫和宋菲菲上，我偷偷摸到徐老七身后，飞身一脚将他踹翻在地。
徐老七惨叫一声扑倒在地，我跨步而上，用力踩住他后背。妈的，快说，怎么样才能让鬼谷从我朋友身上下来？嗨嗨。徐老七吐出2口暗红的血，歪着头朝我冷笑。不说是吧？我砸烂你这破骨笛！徐老七奋力挣扎，试图起身。我将他翻过身，粗暴地从他怀中抢过骨笛。这骨笛小小一只，握在手中阴寒无比，冻得我打了一个哆嗦。啪！我将骨笛狠狠砸在地上，洁白的骨笛在地上滚了2圈，毫发无损。徐老七松了一口气，还没等他松完，我捡起骨笛丢给宋菲菲。菲菲用五雷符轰他。徐老七再也忍不住，发出了凄厉的喊叫声：石头，还不赶紧给老子滚出来！石头不是被我打昏了吗？地面开始微微颤动，一股熟悉的腥臭味从正门处扑面而来。卧槽，是那2头熊！这2只熊竟然是石头养的。五雷符对鬼谷有用，对熊的作用反倒有限。它们皮糙肉厚，而且也不是什么阴邪之物。这些雷只能吓唬他们，可没法劈死他们。我被2头熊追得满院子飞跑，连徐老七都顾不得了。石头趁着这个机会跑进院子，扶起徐老七坐到一边。徐老七脸色阴沉，看向我们的眼神中带着浓烈的恨意，让熊大熊二弄死他们，一个不留。宋菲菲和乔墨雨也被熊追得抱头鼠窜，那鬼谷松了口气，拖着残躯缩到墙角。当你和朋友在树林中碰到熊怎么办？你不需要跑过熊，只要跑过你朋友就够了。真好，这样的朋友我有2个。宋菲菲和乔墨鱼跑得险象环生，好几次差点被熊抓到。相比之下，我却轻松不少。宋菲菲气得直翻白眼，抬手把符纸和骨笛一起砸给我。靠，这么闲，这破笛子你自己想办法。我抱着骨笛3两下甩开他们，来到一个偏僻的角落。跑了这半天，之前的情况我总算是咂摸明白了。这村子就是个黑村，养着2头熊，专门拿来狩猎不小心上山的游客。等人死在胸口下了，就搜刮人身上的财物。难怪那个大娘家里有股腥臭味，而且这家的装修乱七八糟的，什么东西都有。那大娘手腕上甚至还戴着条4叶草手链，看样子徐老七也是村里的人。这村子不但养熊猎人，还拐卖妇女，简直丧尽天良。我越想越气，直接咬破手指，在骨笛上画了个引雷阵，然后带着骨笛爬上房顶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总召万灵，五雷号令。有了引雷阵的加持，这次的天雷来得更加声势浩大，雷声隆隆，整个院子开始剧烈震颤。嗨，好险，差点让雷劈到。屋顶上破了一个大洞，熊大熊二停止追逐，抱着脑袋缩在一边，显然被这天威吓得不轻。我刚才是直接跳下屋顶的，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卸掉这个力。我狼狈地站起身，发现这鬼谷刚才被残雷劈完，竟然长出了第3个脑袋，眉眼细长，鼻尖上长了一颗小小的痣，正是我之前在沈兰脸上看到过的模样。他会不会就是鬼谷生前的模样？我扭头去找徐老七的身影，想趁他病要他，却发现石头的表情有些奇怪。他颤颤巍巍站起身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那鬼谷，嘴唇翕动半晌，一双眼中几乎要落下泪来。阿月，是你吗？阿月。他颤抖着伸出手，想要去摸鬼谷的脸，走出几步后失去平衡摔倒在地。过度的刺激和震惊让他似乎连路都走不平稳了。听到阿月2字，鬼谷似乎有了些反应，他仰起头，迷茫又痛苦地看着石头。宋菲菲和乔墨鱼跑到我身边，2人俱都是一脸的八卦，这是弄啥咧？我也搞不懂，挠了挠头，收起手中的符纸，看看再说。徐老七，我杀了你啊！我要杀了你！石头猛然站起身，一双眼睛中爆发出强烈的恨意。徐老七，你这个畜生！他揪着徐老七，拳头雨点般落下。在他痛苦的嘶吼声中，我们3人蹲在一边，听得感慨不已。原来这鬼谷竟然是徐老七的亲生女儿徐月。徐月和石头是一对恋人，但是徐老七嫌弃石头穷，不肯答应他们的婚事。那2只熊是石头从小养大的，无奈之下，石头开始跟着徐老七杀人放火，拐卖妇女。可徐老七还是不满意。徐月是个善良的姑娘，她发现了这些事情后，求着石头和自己私奔。她说不想让石头继续跟在自己爸爸身边害人。2人相约去大城市打工，做一对平凡的恋人，被徐老七发现了。从那天起，徐月就失踪了。徐老七说他进了省城打工，要想见到徐月，就要当他徒弟，跟着他学鬼谷术。什么时候学成出师，什么时候就让他们结婚。石头这一学，就从18岁学到了28岁。而他越是了解鬼谷之术，就越能明白徐月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痛苦。畜生，把我的阿月还给我，你把他还给我！一个大男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眼泪鼻涕糊了满脸，看着怪可怜的。但是想到他为了娶心爱的姑娘，可以跟着徐老七拐卖妇女，我又同情不起来。徐老七牙都被打掉了几颗，一张嘴血哗哗往外冒，那不争气的臭丫头不但不想学鬼谷术，竟然还准备报警。我徐家鬼谷之术世代相传，怎么能断在我的手上？我有什么错？我生他养他，他这条命就是我的。
啊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气红眼的石头抡起拳头，狠命一拳又一拳砸向徐老七。渐渐的，徐老七没了动静，一张脸早已看不清五官，成了滩肉泥。鬼谷传人徐老七竟然就这样被自己唯一的徒弟活活给打死了。砰砰砰！石头的手早已破了皮，露出里头鲜红的血肉，他却像是没有痛觉的木偶人般机械地挥舞着拳头，不知疲倦的一下又一下砸着。我叹了口气，走上前拉住他的手，行了，人都死了。你也知道徐月三魂七魄早已被炼成鬼骨，投胎无望，要想让他安心离去，就让他解脱了吧。石头仰起头，呆呆地看着我，怎么解脱？杀了他。你……我按住石头的肩膀，俯下身极为认真地盯着他，他的灵魂和身体永远被困在这鬼谷之中。鬼谷以生魂为食，每年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无辜之人。她是个正义善良的姑娘，如果还活着，知道自己变成这副模样，肯定会求你杀了她。石头痛苦地闭上眼，两行血泪从他黑瘦的脸庞上落下。杀他之前，你得先把我朋友放出来。失去恋人的石头宛若一具行尸走肉，几乎是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我的各种条件。他握着匕首，毫不犹豫剖开了徐老七的胸口，然后竟然从里头挖出一条拇指细长的小蛇。他割开蛇头，挤出一小碗蛇血，喂给沈兰和林雨桐吃下。没过多久，那鬼谷的身体便剧烈收缩，很快就缩水了一大半。旁边躺着脸色惨白的沈兰和林雨桐。做完这一切，石头抱起鬼谷，淡淡的朝我们瞥了一眼。那些女尸都在西厢房，失去的一魂一魄被徐老七藏在厢房屋顶的瓦罐里。你带着人去那里休息吧，我不想有人打扰我们。他抱着鬼谷朝东厢房走去，像抱着什么稀世珍宝。我点点头，招呼乔墨雨、宋菲菲背上人去西厢房。等我唤醒那些女尸后，天已经逐渐放亮，东方升起一抹鱼肚白，而东厢房却火光冲天，烟雾弥漫。石头带着鬼谷自焚了。那两头熊在院子里呜咽了一会，最终恋恋不舍，一步三回头下山去了。此时林雨桐和沈兰都已经醒了，也听宋菲菲讲完了事情的经过。沈兰听得又是害怕又是难过，一双眼睛红得像兔子。万幸她手指没事，之前的鬼谷啃咬的其实是自己的喂养的蛊虫。林雨桐安静地低垂着头，双手抱胸，一言不发。行了，那些被拐卖的姑娘也醒了，都收拾收拾下山吧。哇！林雨桐突然抬起头，咧着嘴大声哭嚎，骗子，都是骗子！我和帝国主义不共戴天。我最怕看见女孩子哭，只能硬着头皮上前安慰。其实吧，你跳那两下还挺好看，像美少女战士。呜哇！林雨桐哭得更大声了。我头痛不已，忙招呼众人下山。那些姑娘身体虚弱，全都得送进医院好好调养。此刻硬着头皮跟我们下山，走路比乌龟爬快不了多少。乔墨雨和宋菲菲也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，没走多久就主动说要休息。我摸了摸饿扁的肚子，打算去山里打点野味，给大家补充体力。正准备走，乔墨雨突然拉住我，神情严肃：“灵珠，快看！”他拿出手机，指着条信息凑到我眼前。信息来源是一堆乱码，根本搞不清是什么人发来的。内容只有短短的2句话：嘻嘻，真厉害，连鬼谷都能对付。接下来还有更危险的考验等着你们哦！我猛然抬起头，山林中寂静一片，除了我们，再也看不到半个人影。宋菲菲气得直骂娘：“草，还让不让人休息了？”我叹了口气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行了，准备搞下一步吧。